结婚当天，我的新婚妻子竟当着所有亲戚的面要求她的男闺蜜背她下车。今天要是不让华家之背我下车，这婚我就不结了。景无啊，今天你结婚，我给你准备了一个惊喜，等我到了后告诉你。好，爷爷，我知道了。佳子，来背我下车。新月，别闹了，今天可是我们的婚礼，所有的亲戚都在。我没闹，他不背我，我就不下车。新月姐，你结婚，我背你下车，你老公不会生气吧？你管他干什么？我们之前不是都说好了吗？我们是彼此最重要的人，结婚时一定要接对方进门。你当着亲戚面说他才是你最重要的人，把我放哪儿？你哪能跟他比？他可是上市公司的高层，不像你只是个无业游民，就只会花我的钱。结个亲都结不明白吗？真是废物！就是还要拖多久？还不赶紧的！姐夫，还是让我来吧，别耽误吉时。让开！怀景无，你聋了吗？这可是我们的婚礼。婚礼怎么了？再说了，他不是别人，他是我最好的朋友。江心月，你确定要在婚礼上让这男人背你进去？我确定。这婚我不结了！怀景无，你发什么疯？今天是我们的婚礼，你当众闹这一出，你让我把面子往哪儿放？我早就说了，这小子根本靠不住。当初我死活拦着你，不让你跟他结婚，你偏偏不听。现在好了，让人看笑话了吧？妈，你闭嘴！你自己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。没学历，没本事，没有稳定工作，家里家外全靠我们月月撑着。管你吃管你住，你倒好，还有脸提离婚？你有什么资格提离婚？江家所有人都以为这些年一直靠江心月养着江家，实际上家里所有的开支都是我做项目挣的。你上个项目分的50万，我已经按照要求打到你老婆卡里了。谢谢。这么多钱，你1分都不留给自己，全给他。不用，我的就是他的，都是一家人，不用计较这么多。新月，这个月电费还有菜钱，才那点钱就找我要，你算什么男人？可我把所有钱都……闭嘴！没钱就自己去赚。家人们，谁懂啊？摊上没钱的男朋友真倒霉，又找我要钱了。这么多亲戚在呢，你少说2句吧。九无，今天是你跟月月的婚礼，你何必闹得这么难堪呢？这么多亲戚都在看着呢，这不是让人看笑话吗？要不我还是不背了，让姐夫背吧。这么亲戚都在，姐夫这么在意，把事情闹大也不好。怀景无，我让佳子背我进去有什么问题？众目睽睽之下见证的，只不过是我们之间的友情。作为男人，这点气量都没有吗？我没有气量，江心月，我才是你老公，你宁愿让个外人背，你都不让我背。你闹够了没有？你能不能收一收你的自尊心，别无理取闹了？我无理取闹？你不是无理取闹是什么？如果我跟他真有点什么，我还能跟你结婚吗？姐夫，你不用对我敌意这么大，我跟新月姐只是关系比较好而已。关系比较好。你生日我没什么能送给你的，就送你这块表做纪念吧。这个表得好几万，新月姐，这太贵重了。你喜欢就好。谢谢新月姐。哟，瞧我这记性。怀景无，前2天好像也是你生日吧？你之前不是抱怨说洗碗的时候手弄伤了吗？这双手套送你，以后干活记得带着，这样就更方便你洗碗。你该不会是后悔了，不想举行婚礼，所以才故意在这个时候闹，给月月和嘉山乱扣帽子，让婚礼没法进行吧？好啊，原来你是打的这个算盘，自己没本事办婚礼，就想拉着全江家陪你丢人现眼是吧？我告诉你，今天这婚必须结，由不得你在这里撒野发疯。你爸妈去得早，我没别的心愿，就盼着你成家，我就放心了。算了，爷爷年纪大了，来城里一趟也不容易，等婚礼结束再说吧。好，让佳子背你进去吧。算你识相。姐夫，你放心吧，我会把新玉姐好好背进去的。早
这样不就好了？非要闹得大家都难看。董事长，随车带来的那些贺礼已经全部按您的意思备好了，是现在安排人送进去，还是先摆在门口？先搁门口吧，这动静闹得太大，一下子搬进去吓着这姑娘家。咱们先进去打个招呼。是。吉时已到，让我们见证新人的幸福时刻。现在有请新人交换戒指。新月，你怎么让华家资替你戴？这新娘到底跟谁举办的婚礼啊？就是啊，背着走红毯还让人戴戒指，太不像样了。这新郎头顶能跑马了吧？婚礼让男闺蜜戴戒指，真是活久见了。反正都是自家人，有啥区别？佳子，快点，快给我戴！你什么表情？还不赶紧把戒指拿出来？这婚礼还要不要进行下去了？我们脸都让你丢光了。既然如此，那这婚就别结了。哎，你谁呀？穿这么寒碜，你是来砸场子的吧？我们这儿不讨饭啊！爷爷，你来了。哎呦喂，原来是窝囊废的穷酸爷爷呀！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的儿子会打洞，难怪孙子这么上不得台面。嘉阿姨，您别这么说，人家老爷子大老远赶来也不容易，就是这身打扮，确实跟咱们这个场子不太搭。怀景吴，你爷爷怎么穿成这样就来参加婚礼？我亲朋好友都在下面看着呢，你让我脸往哪儿搁？这就是新郎家亲戚啊！难怪新郎在台上被欺负成那样，原来全家都是这副穷酸相。你踩三轮的吧？穿成这样也敢来这种地方？门口的保安怎么放进来的？路上有点堵车，来晚了。礼物我给你放外面了。堵车？老爷子，你该不会是踩三轮来的吧？从乡下骑过来的吧？来都来了，坐下喝杯水酒就行了，别整那些虚的。等着拿出来的东西，大家看了不好下台。行，你们可别后悔。老爷子，你是没睡醒吧？我们有什么好后悔的？就凭你这身穿戴，就凭你那些萝卜白菜。妈，你跟他说那么多干嘛？又不是什么有头有脸的人物。老爷子，你以前是干什么工作的？种地的、打零工的，还是在工厂上搬砖的？退休金多少？你别指望你孙子带你来我们家过好日子，他这些年可是一直靠我们月月养着的，没本事没学历，只会在家洗衣做饭。伯母，你这么说是不是不太好？总得给姐夫留点面子。哼，留什么情面？没本事的废物也配要脸面？他们平时就是这么欺负你的。老爷子，你没搞错吧？是你孙子自愿入赘的，这些年在我们家跟个大少爷一样，吃穿用度全靠我们家月月。你说这话说的不害臊吗？老爷子，您孙子在我们家白吃白喝5年，我们没赶他走已经是仁至义尽了。您倒好，一来就砸场子，还反咬一口说我们欺负他。就是啊，到底谁欺负谁，大家心里都有数。新月，我拿到了全奖，学费全免，只要去3年。哦，恭喜！3年后回来，我就能进大公司。你不是说爱我吗？爱我就留下，家里不缺你那份钱，你就安安心心在家照顾我，照顾爸妈，当好我的后盾，不行吗？够了！好什么好？软饭男就是这副德行。我说错了吗？没本事吃软饭就算了，还把个农村老婆子带来蹭吃蹭喝，你还要不要脸？就是，我妈说几句实话，你至于这么激动吗？姐夫，您这5年不都忍过来了吗？怎么老爷子一来您就受不了了？该不会是有人撑腰，脾气见长了吧？长辈随口说2句而已，你还敢当众顶撞？这几年你在我家白吃白喝，现在开始蹬鼻子上脸了是吧？真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！随口说说，有你们这样侮辱人的吗？你在婚礼上跟华家熙暧昧不清，让他背你走红毯，让他替你戴戒指，我忍了。你们骂我吃软饭，骂我没本事，我也忍了。但是你们不能一而再、再而三的羞辱我爷爷。我爷爷也是你的长辈，纵容你爸妈羞辱，你给过我爷爷脸吗？那是你爷爷，不是我爷爷，关我什么事儿？
再说了，你一直都是花我的钱，吃我的，穿我的，你怎么好意思跟我提脸面的？你有吗？今天我就把话撂在这儿，你在我们家吃软饭已经够丢人，你别想把我们家当成收容所，把你爷爷也接过来，不然我就跟你离婚。好，姐夫，你听清新月姐说什么了吗？她是要跟你离婚。你还好，你离了新月姐，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，谁不知道你这5年全靠新月姐养着？我听得一清二楚。那你还敢答应？为什么不敢？为什么不敢？像她这样，在婚礼上跟别的男人眉来眼去，毫无廉耻，又纵容父母、羞辱长辈、是非一分的人，我不离婚还留着过年吗？你胡说八道！像你这样对我没有半分助力，只会吃软饭的废，有什么资格说我？我是看在你照顾我这5年的情分上，才勉强留你在我身边的。没想到你今天倒打一耙，说我人品败坏，你个软饭男，你配吗？就是，姐夫，你也不照照镜子，你哪来的底气说新月姐人品败坏？这5年是谁养着你的？一个游手好闲、靠女人过日子的窝囊废，竟敢当众提我女儿，你还要不要脸了？白景武，我劝你见好就收，现在跪下给月月磕个头道个歉，这事儿就算翻篇了，别给脸不要脸。我们离婚吧。行啊，你要离婚是吧？你净身出户，你休想从我这里拿走1分钱。好。等一下，你女定我们不放心，谁知道你会不会搞鬼？让佳子来写，免得你这软饭男耍花样。伯母，这多不好呀。不过既然您不放心，那我就勉为其难帮个忙。新月姐，我帮你拟了一条婚内财产各自独立、互不分割，也就是说，你们双方谁都不能从对方那里获得任何财产。你看这样可以吗？也就是说，我名下所有的财产不需要分给江新龙，对吧？你能有什么财产？你打游戏那台破电脑吗？我还不稀罕你那3瓜2枣呢。赶紧签，签了赶紧滚！姐夫，这条明显就是针对你的，你就别在这儿自取其辱了，行吗？你跟新玉姐离婚后，新玉姐1分钱都不会分给你的，就算你吃不起饭饿死在路边，也跟新玉姐没关系了。签。大家静一静，我宣布一件事儿，我女儿刚刚跟怀景吴这个软饭男离婚了，这场婚宴就改成答谢宴，就当答谢各位今天帮我们江家撑场面。既然离婚协议已经签了，男方的那些穷鬼亲戚们，你们可以滚蛋了，赶紧离开现场。要离开的是你们。这可是我们江家包的场子，你凭什么赶我们出去？姐夫，虽然离了婚，但看在以往的情分上，我劝你还是去医院看看脑子吧，别在这里丢人现眼了。这里哪一样不是江家买的？婚礼酒店定金、婚庆公司全款、婚纱租赁、酒席食材，所有账单全是我名下的卡刷的。需要我把转账记录一张一张翻给你们看吗？少在这里装模作样！你之前刷的不都是我的卡，花的不都是我的钱？怀静吴，你好意思赶我们出去？你看清楚，这是我个人的卡的流水，不是你。是你们出去，还是让保安请你们出去？个无业游民哪来的钱？肯定是你在家里偷偷转移了新玉的资产。佳芝，报警，告他盗窃。就是，你个刀逼脸都干净的无业游民，怎么可能有钱？肯定是小偷。怀景吴，你现在跪下来给我磕个头，承认自己吃软饭，我还可以考虑让你体面的离开。否则，我让保安把你和你那个农村老头一起扔出去。你敢？保安！把这个软饭男和他的老婆死的爷爷给我轰出去！董事长，把这些垃圾统统给我请出去！请吧，别让我们动手。
放开我！新月姐，新月姐救我！新月姐，新月姐救我！你够狠！走吧，别让自己更难看。景无，委屈你了。不委屈，爷爷，谢谢你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傻小子，谢什么？你是我孙子，我不护着你，谁护着你？秦州，安排一下，婚宴照常开，所有宾客一个都不许走。今天我请客。是，董事长。怀景无这个废物，吃我的，喝我的，住我的，养了他整整5年，结果呢，在婚礼上当着所有亲戚的面把我们一家像狗一样赶出来，他凭什么？新月姐，犯不着为这种人动气。你想想，以前他1个月光吃喝就要花你好几千，现在你解脱了，钱全是你的，这不正好省钱吗？哎，家山这话说的在理啊！那个废物在家，水果、零食、水电、煤气，哪样不是咱们月月掏钱？以后这些钱就省下了。那个老头到底是什么来头？我看那个穿西装的喊他董事长，该不会真是什么大人物吧？爸，你动动脑子行不行？一个种地的老东西能是什么大人物？怀景无跟了我5年，兜里比脸还干净。他爷爷要真有钱，他能甘心给咱们当上门女婿，能天天洗衣做饭擦地板？新月姐说的对，我看这就是一场戏。那老头肯定是砸锅卖铁，甚至借了高利贷，雇了一群俊眼，专门为了今天打咱们的脸。肯定是。请那么多黑西装，租那么大的场子，棺材本都掏空了吧？等着瞧吧，过不了几天，这爷孙俩就得喝西北风去，到时候还得跪着爬回来求我们。到时候我们一定要连本带利讨把面子回来。也是，那个窝囊废也就这点出息，演完这场戏，看他怎么收场。说不定过2天还得来找我们借钱呢。谁说我要找你们借钱？谁说我要找你们借钱？真是说曹操，曹操到。怎么在外面转了一圈，发现没钱没势，现在知道回头，准备跪下求我们收留了？钱姐夫，你是不是出了这个门就后悔了？想想自己没工作、没房子、没存款，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，所以厚着脸皮回来求复合？怀景无，我告诉你，离婚协议已经签了，现在就算你跪下来舔我的鞋也没用了。就是，刚才在酒席上不是挺威风的吗？现在还想回来蹭吃蹭喝，我告诉你，没门儿！怀景无，你要是识相，现在就转身走人，别在这丢人现眼了。谁说我要求你们原谅了？我是来让你们从我的房子里滚出去。怀景无，你在说什么？这房子是我的，你凭什么赶我们走？就是，你一个无业流民，连个厕所都买不起，还敢说这房子是你的，做你的白日梦！钱姐夫，你是不是精神失常了？要不要我帮你叫辆救护车？把他们给我赶出去！怀景无，你疯了吗？这是我家，我警告你，现在立刻马上带人离开，不然我告你私闯私宅！你家？这是怀氏集团的资产，你只有临时的居住权而已。那又怎么样？只要我还是经理1天，我就有资格住在这里。江心耀，经董事会决定，你被开除了，明天开始不用来上班了。怎么可能？苏总一直都很器重我的，怎么可能罢免我？对呀，是不是系统加错了，或者是有人陷害你？你打个电话问问是怎么回事，说不定是搞错了。苏总，是我新月，我刚刚收到人事部的电话，说我被开除了。这肯定是搞错了吧？我这些年一直兢兢业业，上个月业绩还是部门前3。开除你是董事会的一致决定。倾城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们不能这样！别让我拼了！
别碰我！你们这些狗腿子！让开！好了，现在你们可以滚了。你别得意太早，我一定会找苏总解释清楚的。你随意。苏总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您为什么要开除我？我这些年……开除你是董事会的一致决议。另外，你名下由集团配发的房产、车辆以及海外账户的所有权益，都将即刻同步冻结。怎么可能？你为什么这么对我？苏总，你突然要开除我，我不得不怀疑这背后藏着什么阴谋。是不是怀景吴那个废物在你面前说了什么？苏总，您千万别信他的鬼话，他就是个吃软饭的窝囊废，在家洗衣做饭当了5年全职丈夫，他肯定是嫉妒我有本事，所以在您面前恶意构陷我。你说完了吗？江心月，你未免太看得起自己了，不过是开除一个员工罢了，对我来说就是芝麻大点事。我不会就这么认栽的。说到底，你也只是给董事会打工的，真正有话语权的还是董事长。也就是说，这件事如果他不同意，就不作效。通知开除你，并冻结你所有资产，是董事长亲口下达的最高指令。我只是负责执行他的决议。我不信，5年前是董事长亲自提拔我的，他委任我为部门经理。这几年我为怀氏集团做出的贡献，你不是不知道，我不信他会开除我。是你一定是你在搞鬼，这些年你一直被我压着，你心里肯定很不爽吧？所以你就随便找了个理由把我踢出去，还借董事长的名义好一招借刀杀人。好，我就让你死个明白。这周董事会董事长会亲自到场，到时候我们看看董事长是站在你这边，还是让你从怀氏集团滚蛋。进来。爷爷，在忙呢。在看集团近3年的项目档案，想尽快熟悉。这是集团下半年最重要的项目，总投资30亿，关系到集团未来5年的战略布局。30亿涉及地产、科技、金融3个板块，不只是不小。这个项目做成了，怀氏能在未来5年站稳行业龙头；做不成，就要给别人让步了。爷爷，您想让我负责这个项目？原先这个项目是清然在跟进，现在你们俩合作。原先你们也合作过不少项目，你们2个都是能干的，你们俩合作，我放心。董事长，景吴的能力您比我清楚，我们之前合作过几次，从来没有失过手。爷爷放心，我和清然会全力以赴。哈哈哈哈哈！就是因为知道你们俩都有本事，我才把这个项目交给你们。景吴，这周董事会我会正式向全体高层公布你的身份，正式把集团交给你管理。爷爷，会不会太快了？我刚回来，对集团内部的情况还不够了解。不快，早就该交给你管理了。当初你爸妈出事，集团的混账又趁机夺权，我担心你也出事，才把你的身份隐瞒下来。现在你回来了，我这把老骨头也该退位了。而且有些人已经坐不住了，早点亮明身份，省得他们动歪心思。新月，喝点茶休息一下吧，你都盯了一上午了，眼睛都红了。嗯。新月，
那个董事长真的会帮我们吗？我们跟他非亲非故的。原本我也不确定。什么？我在怀氏集团干了5年，连他长什么样子都没见过。他从不露面，所有决策都是通过秘书传达。但越是这样的人，越在意名声。我不信他敢眼睁睁看着我们一家流落街头，传出去对怀氏集团的名声也不好听。那怎么办？他要是真的不帮忙，我们岂不是要睡大街？你看看这破酒店，连个像样的早餐都没有。急什么？刚刚我查到一些东西了，这些东西让我很有信心。我确定这次董事一定会站在我这边。你们看，这是我过去5年做过的所有项目，每一次我遇到困难，都会有人以集团资源调配的名义帮我兜底。客户谈不下来，有人帮我搞定；预算超标，有人悄悄补上。甚至我搞砸了一个300万的单子，最后也没有任何处分。你是说，这些都不是你运气好？我原以为这些项目的成功都是因为我运气好，后来发现是有人兜底。除了董事长，还有谁有这个能力？我就说嘛，董事长肯定是在意你的，要不然怎么会帮你兜底5年？咱们新月就是有这个福气。你个死老头子，刚才还担心这担心那的，你看这不是稳了？是，我这不是担心吗？新月有本事，董事长有眼光。那这次我们赢定了，根本不用怕。景屋，公司的事你在上手，生活上也该有人照顾。爷爷，我现在只想把工作做好，其他的暂时不考虑。我知道你心里还有疙瘩，但人不能总活在过去。我给你安排了一个联姻对象，对方家世、学历、能力都配得上你。爷爷，我不需要联姻。先别急着拒绝，明天中午去餐厅见一面，就当是吃顿饭，给我一个面子。爷爷，我好。清然，怎么是你？你爷爷没告诉你联姻对象是谁？他只说让我来见一面。我知道你刚离婚，心里可能还没缓过来，但有些话，我想趁今天说清楚。走，过去打个招呼。你我这样的出身，联姻是逃不开的宿命。与其找个陌生人，至少咱们青梅竹马，门当户对，还有10几年的同学情分，知根知底。真是冤家路窄。刚离婚就无缝衔接上了。怀景无，看来你对新月姐的感情很一般啊。有事吗？这女人一看就比江新月有钱有背景，还比江新月漂亮。怀景无这个软饭男的女人缘，凭什么这么好？姐夫，哦不，前姐夫，你这眼光也不怎么样，找的什么歪瓜裂枣，跟新月姐比，差远。是吗？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？苏总，原来是你啊！好啊，我全明白了，难怪你在电话里二话不说就开除我，难怪怀景无在婚礼上故意闹那出，你们早就搞到一起了，对不对？新月姐，你这么一说，我全明白了。这个苏总就是那个开除你的人，那他跟怀景无，难怪啊，难怪，这是合起伙来里应外合啊。说完了吗？怀景无，你吃我的、住我的、花我的，转头就联合这个女人来整我。你们早就串通好了，故意在婚礼上让我出丑，然后把我赶出公司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江新月，是因为你的人品太差，能力更差，董事会一致决定开除你。你胡说！你就是因为喜欢这个软饭男，又嫉妒我成绩比你好，想要把我踢出去。我不会让你们得逞的，我到时候一定会在董事长面前揭穿你们2个。揭穿我们？你觉得董事长会信你，还是会信董事会？新月姐，别跟他吵，他就是心虚，怕你去董事长那里告状。行，苏清然，你等着，
周五董事会，我会当着所有高层的面，把你和怀景吴的丑事全部抖出来。我倒要看看，到时候是谁下不来台。随时恭候。走吧。新月姐，你别怕，他越是这样，越说明他心虚。周五咱们就去董事会，当着董事长的面把话说清楚。对，我倒要看看，是他能把我怎么样，还是我能让他滚出怀氏。各位，久等了。全员到齐，摆这么大的阵仗，不就是想看我笑话，想看我跪地求饶吗？可惜，等会儿董事长一到，你们统统都得给我赔礼道歉。董事长还没到，看来是我级别不够，让各位大佬久等了。联系过了，马上就到。你们怎么来了？这不是你们该来的地方，滚出去！怀景吴，你怎么还站那儿了？那是主位，等董事长一来，你死定了！赶紧下来！董事长，人都到齐了，今天紧急召开董事会，是有什么重大人事变动吗？你刚刚叫这老头什么董事长？正式向大家介绍，怀氏集团唯一合法继承人，我的孙子怀景吴，从今日起接掌集团一切事务。怀董，欢迎。怀董，恭喜怀董。所以，你们一直都在瞒着我。我并没有瞒着你，我也是最近才知道。刚刚才知道，你骗谁呢？你们一家人演戏给我看是吧？我告诉你，我不信。哼，你不要太看得起自己了，你还不配我们这么大费周章的来骗你。江新月，你以为你是谁？你以为怀氏集团会为了你个小经理搭上全家演5年的戏？你也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了。你少在这里装，你们都是一伙的。谁都没想到景吴会是集团继承人。当初他找不到工作，四处投简历的时候，是景吴找我帮忙，才让你进来的。我更没有想到的是，他这么帮你，居然这么背刺他。我背刺他，我背刺他！苏清然，你说话要有良心！这5年我为怀氏当牛做马，我加了多少班，我熬了多少夜，我喝了多少酒，陪了多少客户，你们谁看见过？5年，我付出了5年，到头来你们一脚把我踹开，还说我背刺他。他做了什么？他在家洗衣做饭拖地，花的都是我的钱，他有什么资格说我背刺他？江新月，你说你什么都没得到，你得到了一切，你的工作、你的房子、你的面子、你的风光，全是我给你的。而我得到了什么？我得到了你的白眼和嫌弃。你得到了5年，我也失去了5年，但你失去的是你配不上的东西。我失去的是我不该被这样对待的人生。你被开除了，现在带着你的东西滚出我的视线。怀氏集团不需要你这样的员工。所以，董事会集体罢免我，是你的意思？江新月，我之前就跟你说过，罢免你是董事长亲自交代的，我们只是负责执行。你当初为什么不告诉我怀景吴就是集团继承人？我为什么要告诉你？告诉你了，今天不就没有好戏看了？你们就是故意羞辱我的！你们怎么这么卑劣？别在这儿装可怜了，江心佑，今天你落到这个下场，都是你咎由自取，怪不了任何人。我
咎由自取。怀景无，你还有脸说这种话？你骗了我5年，你装穷装可怜装废物，把我当猴耍。现在你摇身一变成了千亿继承人，你当然站着说话不腰疼。你以为你是谁？你以为你配得上我吗？你就是个心理阴暗的变态！你故意入赘我家，故意让我骂你瞧不起，就是为今天看我的笑话。你恶心的明明你不是人！你说完了？没说完，我告诉你，我不怕你。你以为你是集团继承人就了不起了？这5年是我在养你，是我给了你一个家，你欠我的一辈子都还不清。你就是一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！注意你的言辞。怎么，我说错了？你敢说你不是白眼狼？你敢说这5年不是你吃我的住我的？你现在翻脸不认人，你比狗都不如！从今天起，江新月列入怀氏合作黑名单，所有企业谁录用他，就等同于放弃与怀氏的所有合作。滚！怀景无，现在你是董事长又怎么样？那你也不能随意开除我，这件事要有合理理由，否则不合规矩。这文件列举了我这几年为怀氏集团的贡献，不管怎么说，我都是怀氏集团的功臣。你们非要赶我走是吧？可以，我要求要有合理的赔偿。你管这叫贡献？既然你张口闭口讲规矩，那我们就按规矩一笔一笔算。各位，今天借着这个场合，我把江新月入职怀氏5年来的真实绩效给大家做个汇报。2021年南城项目，对方差点起诉我们欺诈。2022年财报数据全盘出错，审计组进场是景无通宵3天改回来的。2023年，你私自篡改合同，让公司险些赔上8000万违约金。江新月，你所谓的贡献，全是一堆烂摊子，每次都是景无背后帮你填坑。不可能，这些都是我做的。他怀景无不过是个只会洗衣做饭、花女人钱的软饭男，他懂什么项目？这一定是你们伪造的，就是为了把他捧上去，踩死我！你做的哪一件？你这几年的高光，不过是一场虚假的托举。没有我，你连在这会议室里喘气的资格都没有。现在我们来好好清算一下江新月任职期间的过失行为。经手统计，江新月在职期间直接或间接导致离职的员工共计42人，其中19个人因跟江新月吵架，被江新月用以下犯上以及业务能力不达标的理由开除，其余人也以工作失职为由替他背黑锅被开除。那是公司正常的人员优化，你们懂什么？江新月，你管这叫管理？这叫职场霸凌，叫铲除异己！闭嘴！2023年至2024年，他以项目备用金、招待费等名义套取公司资金累计320万。江新月，你还真把这公司当成是你自己开的了。董事长，这种人绝对不能姑息。不是这样的，是他们无能，是项目需要，我没有。证据链闭环了吗？闭环了。人证、物证、银行流水，甚至那个被逼疯的实习生证词全部公证完毕。滥用职权、栽赃陷害、职务村镇，加起来够判很多年了。做了这些肮脏事，你还好意思开口问我要赔偿？我是真不知道该夸你蠢，还是夸你坏了。秦州，联系法务部，把这份完整的证据链移交司法机关。是，董事长。不，怀景无，你就看在我们夫妻一场的份上，你放过我！谁跟你是夫妻了？我们早就离婚了。
景无，景无，我们之前的事一笔勾销，好不好？我求求你饶了我吧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给你磕头，我给你当牛做马。你不是知道错了，你是知道你要完了。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看在我伺候你5年的份上。伺候！江心月，你连碗都没洗过一个，那5年是我在伺候你，洗衣做饭、拖地、交水电。给你爸妈当出气筒。不是的，我真的后悔了。后悔？你后悔的是没早点发现我是怀氏继承人。如果我还是那个穷小子，今天连看都不看我一眼。秦征，带走。是。怀景无，你会有报应的。报应？你已经看到了，你的报应就是失去一切。喂，丽丽吗？是我，新月。我最近出了点事儿，能不能借我点钱？我很快还你。小美，我是新月，我这边急用钱，你能不能……赵总，你听我说。他们都不接，一个个都把我拉黑了。以前给他们送礼的时候，他们可不是这样的。你平时交的那些朋友都是冲着你的钱来的，现在你没钱了，谁还理你？妈，你的退休金呢？你先拿出来给我救急，我很快就还给你。妈，我是你唯一的女儿，你总不能不管我吧？我哪有什么退休金，不都花的你爸钱？爸，你说话呀！你女儿要坐牢了，你忍心吗？我的钱不都在你妈那儿吗？你问她去。什么叫都在我那儿？你每个月那点退休金够干什么的？买菜都不够。我退休金少，那你怎么不把你自己的拿出来？我哪来的退休金？我年轻时候带小孩没工作过，我哪来的钱？你没工作过，那是因为你懒。你但凡出去找个班上，也不至于现在1分钱没有。我懒，我在家洗衣做饭伺候你们父女俩几十年，你说我懒？你没良心！跟我别吵了。现在是我要坐牢，你们能不能先别吵了，想想办法？新月啊，不是妈不帮你，妈是真的没钱。要不你去找找佳姿，她不是你最好的朋友吗？她肯定有钱。对，佳姿，她之前不是说要帮你吗？你找她呀。可是我已经麻烦她很多了。麻烦什么？你们是闺蜜，她不帮你谁帮她？赶紧打电话。新月姐，怎么了？佳子，我还了，你能过来一趟吗？320万，这么多。唉，新月姐，不是我不想帮你，我手头也不宽裕，最近股票亏了不少，房子还在还贷。不过我认识一个人，专门做短期资金借贷的，可以先帮你把钱垫上，把公司的账平了。只要钱还了，怀景无就没理由告你。真的？我还能骗你吗？但是利息有点高，年化15，7天一期。7天？什么意思？借100万，7天利息15万，到期还本付息，一共115万。7天15万，这利息也太高了。叔叔，总比坐牢强吧？新月姐，你自己想想。还犹豫什么？先借了再说。好，我借。这是李总做资金接借的，标准合同，放心签。逾期违约金每日10%，格式条款，按时还钱就没事儿。新月姐，赶紧签吧。明天中午前100万到账。
新月姐，明天钱一到，我帮你去怀石还钱，放心。佳佳，谢谢你。客气什么？我先走了，明天联系。怎么只有70万？哦，30万是中介费和保证金，账还是按100万算，你还115万就行。30万中介费？你要是不满意，我把钱退回去，你自己想办法。佳娇，我们认了，还钱的事什么时候办？过2天再说。我说什么来着？那个利息就不对劲。不会的，佳芝不会骗我们的。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。他关机了！我说什么来着？那个利息就不对劲儿。你现在说这个有什么用？够了，钱已经借了，还价这么好了，你们说怎么办？要不然我们报警。合同是我们自己签的，警察来了怎么说得清？江新月，你借的钱今天到期了。不是7天吗？从签合同那天算起，今天正好7天。合同写的是到期当日0点前，你们已经逾期了。我只拿到70万，那是你和华总的事儿，我们只认合同。我没钱。3天时间，3天后还不上，你们一家别想完整走出这个酒店。来，庆祝那一家子彻底出局，这5年委屈你了。爷爷，今晚还有客人？不是客人，我让清然过来一起吃顿饭。快去开门吧，别让那清然酒走了。我这把老骨头在这杵着碍眼，你们年轻人聊，我上楼避避风头。爷爷，景无，你躲什么？没躲。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胆子这么大？因为之前你身边有别人，现在没了。我可以理解为你做好接受我的准备了吗？你这么自信？不然呢？我跟江心玉可不一样，她需要仰仗你、依赖你、向你索取，但我不需要。我跟你门当户对，如果有一天我们结婚了，整个苏家都会是我的嫁妆。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我还没有答应莲英吧？你怎么这么快就提到谈婚论嫁的事了？那你愿意跟我确定关系了吗？我先去开门。你来干什么？景无，老公，我们需要好好谈一谈。打住！我们已经签了离婚协议了，你别在这里乱喊。老公，我当时只是一时冲动昏了头了，我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你喊我什么？老公？江心月，你不恶心，我恶心。你现在喊老公，是想故意恶心我？不是的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机会？我给过你多少次机会了？你有一次尊重过我吗？像你这样的人，根本就不会觉得自己有错。老公，老公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们好好谈谈。我知道这次是我做的过分了，以后我都听你的，家里和公司都由你做主，我都听你的。江心月，
你是不是脑子有病？我们早就没有关系了，你已经不是我的老婆了，你还在这儿跟我扯什么？景福，我知道我错了，可我真的走投无路了。我就像那个畜生骗了我，他说帮我姐钱拼公司的账，结果让我签了高利贷合同，100万多万啊！钱全被他卷走了，现在债主天天堵在酒店门口，说要砍我的手，我和爸妈连灯都不敢开。我不想坐牢，景武，我不想死，你帮帮我，100多万对你来说根本不算什么，看在我们夫妻一场的份上，你就当可怜可怜我。还不赶紧把他给我拖出去！放开我，怀景武，你不要这样对我！你听清楚，从你签下离婚协议那一刻起，你的事就跟我没有1毛钱关系了，以后别出现在我眼前。你们听好了，如果这个人再来闹事，直接报警。是。放开我，让我过去！陆三，你听我说。月月，你可回来了！怎么样？他有没有答应帮我们还钱？别问了，烦不烦啊？什么叫别问了？你到底有没有好好跟他说？你给他跪了没有？哭了没有？跪了，哭了，够了吗？他连看都不看我一眼，叫保安把我拖出来的。完了，全完了！高利贷很快就又要上门了，要是还不上该怎么办呢？别喊了！要不是你们嫌弃怀静屋又穷又没有本事，我们现在怎么会沦落到这种地步？合着就我没有错？之前你不也跟着一起数落，跟着附和？真觉得我们做的不对，为什么之前不阻止我们？我那是听你的，你说什么我就听什么。我要是早知道他是千亿继承人，我能让你那么干？都别吵了，就他没有用，我们得换个方法。既然他不让我好过，那他也别想好过。江姐，我丑话说前头，我阿强干这行10年，什么料都爆过。但你要是拿假料坑我，我可担不起。怀静武可是千亿继承人，律师团不是吃素的。我都到这个地步了，还能编谎话骗你吗？他婚内出轨，和那个姓苏的女人搞在一起，我亲眼看见的。他还家暴我，我身上的伤现在都没好。妈，用力掐，越狠越好，掐，伤痕越恐怖越好。这真的能骗过大家吗？网上那些人只看照片，谁会在乎真相？他们想看的只是一个好故事。他打我，往死里打我，我不敢报警。有证据吗？照片、录音、验伤报告？有，我有他和那个女人的照片，还有他打我之后，我对着伤口拍的照片，验伤报告。当时我想着家丑不可外扬，没去医院，但那些照片足够证明他是什么人了。家暴这个没有验伤证告不太好办。他要是反咬一口……阿强，你做狗在这么久，你比我清楚，舆论不需要铁证，只需要一个会哭的女人和一个能骂的渣男。我有照片，有伤疤，我能哭出来，剩下的网友自己会脑补。行，豁出去了。明天上午9点，我帮你开直播，你把那套说辞练好了，哭得越惨越好。谢谢你，阿强。别谢我，这料要是爆了，你我都有肉吃。要是翻车了，反正我号多，换个马甲照样干。挂了。怀静武，你不忍就别怪我不义。开始了。大家好，我是江心月，怀景吴的前妻。我今天开这场直播，是因为我真的走投无路了。我和怀景吴结婚5年，5年啊！他装
穷装了5年，说追到我们家吃我的、住我的、花我的，我1分钱都没跟他计较。我以为他是真的穷，我以为他是真的需要，结果呢，他根本不是穷，他是怀氏集团的继承人，身家1000亿，他骗了我5年，5年！我操，装穷入赘！1000亿继承人骗婚，这也太恶心了！小姐姐太惨了，养了个白眼狼。怀董，这场直播从今天上午到现在，全网观看量已经破2亿了，热搜前10占了6个。评论区几乎一边倒是支持江新月，对您和怀氏集团的言论非常不友好。看来他是真的狗急跳墙了。既然他想红，就成全他。锦州，通知法务部直播录屏截图公证，我要他说的每一个字都变成法庭上的呈堂证证。明白。需要控情或联系平台删题吗？不必，让疯狗叫，等他叫累了，就该我们清场了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家暴我！你们看，这些都是他打的。我不敢报警，他说报警就杀我全家。他在外面还有女人，就是那个苏清然，苏氏集团的千金。我们还没离婚的时候，他们就在一起了。我在外面拼死拼活挣钱养这个家，结果他翻脸不认人，把我从集团赶出来，还对我进行行业封杀。我现在找不到工作，1分钱收入都没有，我和我爸妈连饭都快吃不起了，我真的活不下去了。天哪，这还是人吗？装穷骗婚、家暴加出轨封杀，简直是畜生！有钱就能为所欲为，抵制怀氏！小姐姐别怕，我们支持你。那个苏清然也是小三儿，苏氏集团的千金就这德行，一路货色。骂吧，骂得越狠，怀景无就越翻不了身。这场仗我赢定了。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愿意相信我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苏总，您看到了吗？网上那些人太过分了，他们把您和怀董照片翻出来，说您是小三儿，说您插足怀董的婚姻。骂我什么？骂您不要脸，勾引有妇之夫，还说您和怀董合谋霸占公司资产，要不要马上发声明澄清，或者让法务发律师函？不急，还不急？现在全网都在骂您，那我们做什么？看戏。怀董，江新月的直播回放已经破3亿观看，现在全网都在声讨您和怀氏集团。怀氏的股价开盘半小时跌了4%，才4%，看来网友们还是手下留情了。你还有心情开玩笑？我最近都接到不少情绪上的网友的电话。你就是苏清然吧？你个不要脸的狐狸精，勾引人家老公！我告诉你，你迟早遭报应！你倒是说话呀，心虚了吧？你倒是淡定。这些可都是送上门的把柄。苏总的意思是，录音都在，等发布会那天把这些也放出去，让所有人看看他江新月是什么样的人。秦州，准备收网。是。清然，我需要你帮个忙。你说，你家不是有几家头顶自媒体公司吗？先别急着辟谣，让那些大 V 们再帮江新月转一转。就说1000亿继承人，前期再爆猛料，苏氏千金疑似介入。你这是要让他在所有人面前把谎话说到最大？对，等他以为所有人都站在他那边的时候，我们再一把火烧干净。喂，李总，是我，帮我个忙。对，就那个热搜，多推几条，钱不是问题。好，谢谢。搞定，大概2个小时后，江新月的热搜会冲到第1。热搜第1啊！网上都在骂怀景无仗势欺人。月月，你这招厉害呀！不但把我们摘干净了，还把怀景无架在火上烤。他现在肯定已经焦头烂额了。这次他不低头，也得低头。那他不是很快就会来求我们？那可不，现在全网都在骂他，怀氏集团的股份也开始下跌了。他要是不求我，怀氏集团得完蛋。求我们？那咱们可不能轻易松口，得让
让他付出代价。我不仅要让他代价，我还要让他公开道歉，承认他骗婚、家暴、出轨，承认他对不起我，对不起我们全家。光道歉有什么用？得赔钱，房子、车子、股份一样都不能少。对，当初他赶我们出来的时候，那房子可是我们住的，让他把房子还回来，再赔我们一套别墅，还有钱，没有2、3个亿，这事儿没完。钱是必须的，但不值钱。等他道完歉，我们再大度的原谅他。到时候我们就是受害者逆袭的典范，全网都会同情我们，支持我们。那以后我们是不是就能过上比以前更好的日子了？比以前更好。他是千亿继承人，随便从指缝里漏一点，就够我们吃一辈子。我要让他跪着把钱送过来。到时候我天天去商场买名牌，再也不用看别人脸色。那些之前看不起我们的亲戚，一个个都得来巴结我们。江姐，爆了！现在网友都在呼吁你们开发布会，把事情彻底讲清楚。发布会？对，你是受害者，是被特权资本压榨的普通人。开个新闻发布会，当着全国媒体的面哭诉，让怀景无公开道歉。只要他低头认错，主动权就全在你们手里了。到时候你们想要什么条件，还不是随便开？好，我要让那个白眼狼当着全国观众的面给我跪下。江姐，你现在就发个消息，宣布明天开发布会，我这边帮你推上热搜。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明天上午9点，我将和家人一起召开发布会。真相或许会迟到，但绝不会缺席。希望大家继续关注。怀静武，你让我活不下去，那我就让你身败名落。景吴，饵已经撒出去了，江心月那边已经按耐不住，刚刚官宣了明天的发布会。那就好，坑已经挖好，明天上午就彻底把他们埋了，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引火烧身。各位，非常感谢大家能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我们今天的发布会。我是怀氏集团董事长怀景吴的前妻江心月。江女士，请问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是想揭露什么？我今天坐在这里是想让所有人知道怀景吴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。您之前直播中提到的家暴、出轨、封杀，有证据吗？这些伤都是他打的，我不敢报警，他说报警就杀我全家。那个白眼狼啊！我们一家对他那么好，他入睡到我们家，吃我们的，住我们的，现在翻脸不认人，把我们赶出来，还要告我女儿坐牢啊！江女士，请问您对怀景吴有什么诉求？我要他公开道歉，承认他骗婚、家暴、出轨，承认他对不起我，对不起我们全家，还有赔偿我们这些年的一切损失。赔偿金额有具体数字吗？没有几个亿，这事儿没完。几个亿，你也配？我为什么不配？我只是争取合理的赔偿。合理的赔偿？你一个捏造、家暴、出轨，靠造谣博同情的诈骗犯，也配谈合理？你少血口喷人，谁诈骗了？我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。是不是真的？我相信大家自己会判断。各位媒体朋友，我是怀董的代理律师。今天我们来，我可以负责的说，江心月所有的指控都是假的。你们想干什么？这是我的发布会。你开发布会，不就是想让大家为你主持公道吗？那总得让大家先了解清楚真相吧。关于骗婚问题，这是江女士这5年在怀氏集团的工资单，年薪30万。这是苏清然女士代怀先生转账的全部记录。这是江家5年的消费账单，包括江女士的奢侈品、旅游、美容等大额支出。大家仔细看，怀先生通过苏女士的账户5年累计向江女士转账300万元。江家的全部支出，包括江女士个人的大额消费，
全都是我当事人承担的。我靠，这哪里是骗婚，这是倒贴啊！江女士，您之前说怀董吃软饭花您的钱，这怎么解释？关于家暴的问题，江女士一家住的房子是怀氏集团的资产。这是这几年的监控录像，我当事人每天正常进出、洗衣做饭，没有任何暴力行为。同时，这是物业工作人员和邻居的证言，他们从未听到或看到任何家庭暴力事件。如果真像江女士说的那样，被打到浑身是伤，为什么监控画面里她每天都正常出门、正常上班、正常逛街？为什么不报警？不去过医院？这不是拿大家当傻子吗？江女士，请问怀先生代理律师出示的这些证据属实吗？您手上的淤青到底是怎么来的？这个，江女士，你今天所说的一切，我都会记录在案，希望你能如实回答。不是这样的，你们听我解释。我这里有几段视频，大家可以看一看。佳子，来背我下车。新月，别闹了，今天可是我们的婚礼，所有的亲戚都在。我没闹，他不背我就不下车了。新月，你怎么让他替你带？反正都是自家人，有啥区别？嘉珊，快点，快给我带！这也太不要脸了吧！自己婚内出轨，还反咬别人一口，说别人出轨，典型的白眼狼。恩将仇报，人家5年倒贴几百万，他转头就把人往死里整。这个江新月也太恶心了吧！听听直播里那哭腔，装的跟真的一样，想想都想吐。不是这样的，这些都是他们剪辑的，都是假的。对，这些啊，全是假的，全是假的呀！这份视频、这份录音已经经过国家权威的司法鉴定系统认定，以及我们律师事务所的司法鉴定报告。这是鉴定报告原件，各位记者朋友可以随时拿着。各位媒体朋友，我是苏清然。关于江新月女士刚才提到的行业封杀和被赶出公司的事情，我来说几句。你想干什么？江新月在怀氏集团任职期间，利用职务之便，以项目备用金、客户招待费等名义套取公司资金，累计320万元。这些钱被他用于购买奢侈品、海外旅游以及个人高消费。320万，这也太多了。这已经构成职务侵占了吧？这些证据早在几个月前就已经移交司法机关。江新月被开除，不是因为我或者怀董封杀他，而是因为他触犯了法律。除此之外，他在职期间长期霸凌下属，直接或间接导致42人离职，其中19人是以下承上的名义被开除的。你胡说！这些都是你们编的！每一份证据都有公证，每一位被开除的员工都有证言，可以随时查证。江新月，你说怀董行业封杀你，请问一个涉嫌职务侵占、职场避凌的人，哪家公司敢用？关于江女士，我们还查到一件事，这是警方。你给我闭嘴！怀姐，我不要让他再说了。你看在我们夫妻一场的份上，放过我好吗？这发布会不是你要开的吗？你不是想要合理的赔偿吗？事情不说清楚，怎么谈赔偿？怀景屋，你真要把事情做绝是吧？江新月女士签下了一份高利贷合同，借款100万，实际落手70万，约定7天利息15万，预期违约金每日10%。这里还有一段江女士求怀先生帮忙还债被拒的视频。他说帮我解全凭公司的账，结果让我签了高利贷合同，100万多万啊！钱全被他卷走了。现在债主天天堵在酒店门口，说要砍我的手，我和爸妈连灯都不敢开。我不想坐牢，我不想死，你帮帮我。100多万对你来说根本不算什么，看在我们夫妻一场的份上，你就可怜可怜我。江新月，你听清楚，从你签下离婚协议那一刻起，你的事就跟我没有1毛钱关系了。以后别出现在我眼前。江女士，你是不是因为欠了高利贷，求怀先生帮你还债被拒，就直播造谣他婚内出轨家暴？你开这个发布会，到底是想要公道，还是想要钱？够了！你不要再说了！
江女士，你利用公众同情心捏造事实，诬陷他人，这种行为太恶劣了吧？您知道诽谤他人是要坐牢的吗？不是这样的，这里边有误会，有误会，我们先去搞清楚。走，你当着全媒体的面把谎话说了个遍，现在想走？各位媒体朋友，所有证据已经移到警方和检察院。江新月涉嫌职务侵占、诽谤、敲诈勒索、伪造证据等多项罪名，数罪并罚，刑期可能在5年以上。江新月女士，请你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。江新瑶，你涉嫌诽谤、伪造证据、寻衅滋事，现在依法对你刑事拘留。这是拘留通知书，签字。还紧我！你让他还紧我！怀景吴先生已经提交了完整的证据链，并且明确表示拒绝谅解，他不会来见你。签字。我坚守！我揭发华家哲就是骗我签高利贷的那个人，高利贷合同是他社局让我签的，他说帮我借钱平账。结果钱全被他卷走了。我们根据你说的依法取证，如果查证属实，你的检举行为可以作为量刑参考。说的都是真的，是他害我的，他骗我签了合同，卷钱跑了，我才走投无路。我也不想走到这一步的。你说的这些，我们会移交其他部门核实。签字吧。带走。怀董，江新月已经被正式刑拘，罪名包括诽谤、伪造证据、寻衅滋事，加上之前的职务侵占，数罪并罚，刑期在5年以上。按法律程序走。江新月审讯中检举了华家族，说是他设局骗他签高利贷合同，还提供了聊天记录和转账记录。警方已据此启动对华家族的追逃程序。他的事与我无关，让他们护养。明白。站住！别跑！该死！华家之，你涉嫌合同诈骗、卷款潜逃，警方依法对你执行逮捕。受害人江新月已经向我们提供了证据。警察同志，你们搞错了吧？我根本不认识什么江新月。这些话留着跟法官说吧。铐上。最新消息：今日上午，在逃嫌疑人华某在机场落网。其涉嫌合同诈骗、卷款潜逃，线索由受害人江某提供。那个就是你举报的吧？活该！华家局，你也有今天。新月姐，放心签，不会有事。你要是不满意，我把钱退回去，你自己想办法。你骗我签高利贷，让我背上100万的债，你坐牢，怨不得别人。怀瑾武，你出来！你害我女儿坐牢，你还有脸住大别墅？月月，我的月月啊！别哭了，这么多人看着，回去吧。回什么回？那是监狱，那是监狱啊！怀瑾武在里面享清福，我女儿在里面受罪，我不走，我今天就把命留在这儿。这里是私人住校区，禁止喧哗闹事，怎么回事？警察同志，你要为我做主啊！我女儿江月是被冤枉的，怀瑾武害她的，害她的。你让他出来，他只要撤了诉，我女儿就能出来了。如果你们对判决不服，可以在规定期限内依法上诉，但在别人家妈门口扰乱公共秩序，解决不了任何问题。上诉要钱，我们哪有钱跟他斗？他就是仗着有钱欺负我们老百姓。不管有什么苦衷，请你们立刻离开，否则我们将对你们采取强制措施。走吧，别闹了。怀瑾武，你不得好死！你这种人会遭报应的。怀瑾武，你不得好死，你会遭报应的。你也跟我们走一趟吧。我自己走。散了，没什么好看的。你会心软吗？不会，他女儿坐牢是他女儿自己作的，我同情他，但不会因为同情就忘了他做过什么。茶泡的不错，你还有心思品茶？日子总要过，不能因为别人闹，
我就不过了。这次念你们是初犯，教育为主，但如果再有下次，就不是关几个小时这么简单了。行了，签个字，你们可以走了。走吧。不行，明天你跟我再去怀家。你还想干什么？明天我不闹了，我就跪在他公司门口，他不出来见我，我就一直跪着，我就不信他真能看着不管。你疯了！你今天刚从派出所出来，你还想进去？进去就进去！我女儿在牢里，我怕什么？我去坐牢，说不定还能在里头陪陪她。你闹够了没有？你今天被关了那几个小时，警察说的话你都忘了？再去就不是口头教育了，是行政拘留。你是不是也想进去陪江月？你也想让他在里面连个探监的亲人都没了吗？我求你了，别再闹了，我们回老家吧。月月判了4年，该试的我们也试过，认命吧。等他出来，我们一家人还能在一起，哪怕种点地，日子总能过下去的。好，我们回老家。怎么又是这个菜？我不是说想吃鱼吗？鱼在蒸锅里，马上就好。你先去休息吧。我当时怎么就觉得那是理所当然的呢？爸妈，月月，妈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你跟他们说，我给他们磕头都行。这儿我真的一天都待不下去了。他们打我，半夜往我被子上泼水。妈，我快疯了，你救我出去啊！你去求环景屋，你去啊！以前不是最会求人吗？你给他跪下磕头，只要他能撤诉。月月，我们已经求过他了，可人家连门都不让进啊！不可能！你们就是嫌我丢人，你们就是想让我死在里面，是不是？爸，你说句话，你哑巴了？月月，我们真的把该试的都试了，真的没有办法了。怎么会没有办法呢？老家不是还有一套房子吗？那套房子不是也值几百万？你们再去找别人借，凑个1000万，我就可以出去了。爸妈，我求求你们救救我！我真的在这1秒都待不下去了。1000万！月月，你知道1000万是多少钱吗？老家的房子值不了那么多，你让我们上哪儿去借？找亲戚借，找银行贷款，把房子抵押了。你们想想办法，一定有办法的。月月，你清醒一点儿，那是2辈子的血汗钱。老家的房子现在什么行情，你不知道吗？谁接盘，亲戚躲我们都来不及，还有哪家银行会贷给2个60多的老头老太太？那你们就眼睁睁看着我死在这里！我是你们女儿啊！你死不了，4年就出来了。你要是真知道错了，就在里面好好改造，争取减刑，别把希望都寄托在钱上。月月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这是你自己的选的路？我和你妈都一大把年纪了，已经没有能力帮你兜底了。兜底？我需要你们兜什么底？我走到今天，不都是你们害的？你说什么？教我看钱，教我算计，教我除了钱谁都不能信。我把你们教的都用上了，把自己做进了这个鬼地方，你们满意了？你还有脸怪我们？如果你们当初没教我那么功利，如果你们当初哪怕劝过我一句善良，我今天至于来求你们吗？我是你们养出来的女儿，我现在变成这样，你们脱得了关系吗？是我们没教好，是我们把你惯成这样。可你呢？你自己心里就没点数吗？我们教你什么，你就做什么。我们是让你找有钱人，是让你把钱看重点。可我们让你去贪公司300万了吗？我们让你去借高利贷了吗？我们让你去网上造谣了吗？我们是有错，可你也不能把所有的屎盆子都往我们头上扣。你今年30多了，不是3岁，你自己做的事儿你自己得认，你要为自己做的事情承担后果。
不要待在这里！松手，坐下，再闹击毙了！放开我！滚出去！走，都走，不要我了。好，等我出去，谁也别想好过。还是那个地址寄来的，要我回绝吗？直接处理掉，不留个底记，或者需要我去查查他那边还有什么诉求？不用。这是上季度的汇总，需要你签字。刚才那是江新月写的，没看。晚上回家吃饭吧，爷爷念叨好几次了，说想尝尝你的手艺。好呀。警官，麻烦问一下，有没有我的信件？寄件人写的是……没有。别等了，他不会回的。不会的，他以前对我很好，他一定是在忙，或者是信被退回去了。时间到了。我再打一次，最后一次。蒋新月，你干什么？他为什么不接？我给他写了那么多信，他看都不看！放开我！我让他出去！我让你回救我！你们给我下来！蒋新月破坏公务，情绪失控，关禁闭3天。爷爷，尝尝这个清蒸鲈鱼，我特意少放了盐，清淡些。哈哈，好吃，这火候正好，比上次那个大厨做得好。清然啊，你以后可得常来。只要爷爷爱吃，我以后经常来做。别光顾着给爷爷夹菜，多吃点肉。最近又瘦了。谢谢。景吴、清然，你们也老大不小了，我这个老头子还想活着看到重孙子呢。爷爷，您别急。行，我不催，你们年轻人的事儿你们自己定。我只说一句，别让我等太久就行。我这岁数，等1年就像等10年呢。行了，吃饭，这菜都要凉了。华大师，你这个骗子！你有病吧？都给我住手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骗我欠高利贷，你还我钱，你害我变成这样！你自己准怪谁？江新月、华家仇，扰乱监管秩序，蓄意斗殴，各关禁闭7天。华家之，你等着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！华家之，你还敢出现在我面前？江姐，你冷静。冷静？你让我冷静？你骗我欠高利贷，卷款跑路，害我多背上100万债，你害我坐牢，你还有脸让我冷静？松开，都给我松开！放开我！我要打死他！你刚从禁闭室出来，又想进去，都给我带走！江姐，你恨我有什么用？害你坐牢的不是在外面逍遥吗？咱俩在这儿互相咬，有意思吗？你好好想想。还在看？爷爷把这个项目交给我们俩负责，5年的盘子，几十亿的投入，不能出一点差错。清然，你对这个项目怎么看？我们最大的优势是提前布局了半年，按计划推进就行。我也是这么想的，前期的准备工作基本就绪，接下来就是执行层面的事了。你最近太紧绷了，项目还有几个月才到关键节点，不用把自己逼这么紧。我不是紧张项目，我是怕辜负爷爷的信任。他把怀氏的未来交到我手上，我得对项目负责。你不是一个人，这个项目是我们一起做。你倒是会安慰人。不是安慰，是事实。江姐，你恨我有什么用？害你坐牢的不是在外面逍遥吗？咱俩在这儿互相咬，有意思吗？你好好想想。好，很好。从今天起，江新月列入怀氏合作黑名单，所有企业谁录用他，就等同于放弃与怀氏的所有合作。滚！你给我闭嘴！怀景吴，不要让他再说了。你看在我们夫妻一场的份上，放过我好吗？这发布会不是你要开的吗？你不是想要合理的赔偿吗？事情不说清楚，
怎么谈赔偿？怀静武，你真要把事情做绝是吧？怀静武，苏清然，华佳琪说的对，真正害我在这里待着的人，还在外面逍遥。体检科今天人多，让他们在这儿等一会儿，我先去签字。行。那个女的血压有点高，让她在这儿坐5分钟再进来。知道了。想通了没有？你想做什么？我想让你把怀氏集团的商业机密卖出去。别急着拒绝，你在怀氏集团5年，就换来个坐牢的下场。你经手过的文件、看过的合同、听过的那些交易，就是你手里的筹码，不用白不用。怀氏下半年那个30亿的项目，不管是地产选址还是资金流向，只要你肯开口，哪怕只是一些模糊的信息，那些红了眼想搞垮怀氏的人，也绝对能给你开出想象不到的天价。怀景吴不仅跟你离婚，还亲手把你送进来，自己倒好，转头就在外面跟别的女人风流快活。江心月，你就没想过，凭什么？他都这么对你了，你就不想拉他下水？只要把机密卖给他死对头，不仅能让怀氏集团崩盘，你还能拿到钱，甚至有机会从这里出去。难道你不想离开这个鬼地方？你保证我能从这里出去啊？我保证。下周5，放风区东侧铁丝网检修，电网会断电20分钟。你把东西写好，到时候隔着铁丝网交给我。我外面的人已经安排好了。江姐，这是你唯一翻身的机会，好好想清楚。发什么呆？走吧。小题大做，我就是有点累，非要拽我来检查。爷爷，您上周晕倒的事必须查清楚，这是您的身体，不能马虎。哼，你这孩子就是瞎操心。怀老先生，麻烦您再进来一下，得当面跟您说清楚。怀老先生，您的检测结果显示，冠状动脉中度狭窄，左前降肢堵塞65%。需要做手术吗？暂时不用支架，但必须立刻药物干预，并且严格控制饮食和生活习惯。如果再加重，随时可能发生心肌梗死。也就是说，暂时还死不了。怀老先生，您说笑了。只要按时服药，定期复查，情况是可控的。最怕的就是过度劳累和情绪波动。知道了，开药吧。这是常规的预防和治疗药物，需要每天按时服用。另外，这盒是急救用药，如果感到立刻服用，同时马上叫救护车。还有，戒烟戒酒，低盐低脂饮食，每周至少复查1次。记住了，还有别的事儿吗？怀老先生，建议您做个基因筛查，排查一下家族遗传倾向。知道了，谢谢李医生。爷爷，你瞒我多久了？你这孩子怎么说话的？什么叫瞒你多久了？就是上周晕了一下，这不查了吗？没什么大事儿。这叫没什么大事。医生说，如果再加重，随时可能发生心肌构思。景武，人老了，身体出点毛病是正常的。李医生不是说了吗？按时吃药，定期复查就没事儿。那您答应我，从今天起彻底撒手。集团有我，项目有清然盯着，您就回家养花遛鸟，安安稳稳把药吃了。你刚接手怀氏，
那帮老东西还在虎视眈眈。等你跟清然把这个项目彻底做稳了，把那些杂音压下去，我再歇。傻小子，我没事儿的。你要是担心我，就尽快成长起来。我会的。东西带来了吗？这破地方，什么时候才能出去？怀静屋，你的好日子到头了。各位领导，城西地块配套工程的那个标段，我们没中。中标的是哪家？海事建设，他们的报价比我们低3%。怎么可能？我们核算过成本，最低价就是那个数了。海事的技术方案一直不如我们，这次怎么3%，刚好卡在我们能承受的极限之下，这不是巧合。海事最近有没有异常动作？海事最近没有异常的人员变动，也没有和我们的员工有过接触。他们的报价团队是原来那批人，技术方案也没有明显提升。那他们怎么做到的？我调取了最近3个月的内部系统访问记录，没有异常。所有接触过项目核心数据的人也都排查了一遍，也没有发现问题。没有发现问题，就是最大的问题。继续查，包括离职人员，直接扩大调查范围。是。海事的报价太准了，我们要做好最坏的打算。有人掌握了我们的核心数据，但我们还不知道这个人是谁。从现在起，所有项目信息按照最高保密等级处理，未经我和怀董双签，任何文件不得外传。今天的会议内容，谁都不许外传。散会。得重新找人翻修一下才行，先收拾一间能住人的。明天我叫人来看店，先把东西放好吧。那不是老姜家的吗？怎么回来了？听说在城里待不下去了，闺女出了那档子事儿。以前不是挺风光的吗？逢年过节回来，大包小包的，他闺女开的那个车，谁能想到呢？贪污公款，还在网上造谣，丢死个人。小声点儿，人家听见了。听见就听见呗，又不是我们让他闺女坐牢的。总闸烧了，线路也有2处断点，得换总闸，再把断的地方接上。我先帮你把1楼的电接通，2楼的回头再弄。多少钱？材料加人工300。你先给200，剩下的啥时候有了再说，都是一个村的。谢谢，谢谢老李。回来了，爷爷，您怎么还没睡？等你。项目的事儿，我听秦州说了。雕断没中是小事，但我怕牵一发而动全身。供应商那边现在有观望的念头，资金链一旦收紧，这就是他们想看到的结果。你慌，他们就得逞了。越是这个时候，越要镇定。
这也是一个难得的锻炼机会。你只管放手去干，董事会那边有我。我明白了，我不会让您失望的。赵董，那边来消息了，华家资的尾款问什么时候结？多少？300万，加上之前的200万，一共500万。电话里说，要是没有他们递的那份数据，咱们根本摸不准怀氏的底牌，也拿不下那个标段。500万换怀氏一阵内乱，值了。打过去。好。另外，怀氏那边有动静了，几家核心供应商约好了，明天一起去总部找怀景屋。真没想到，怀老爷子居然会把集团交给一个毛头小子。我倒要看看，这位新上任的董事这次该怎么应对。就是，没准几个老油条一施压，指不定就慌了手脚。供应商一闹，他肯定扛不住。到时候要么答应条件，要么项目停工。不管哪条路，城西那块地都是我们的。赵董，您说的对，怀景屋太嫩了，这时候上位简直是送上门的机会。传话下去，盯死了怀氏的一举一动，只要他们内部一乱，就是我们吞下城西地块的最佳时机。明白。怀董，我们合作10来年，没提过过分要求，但现在外面传你们资金链要断，我们小本生意经不起折腾，账期必须从3个月缩到1个月，不然货真发不了。什么情况？是啊，怀董，我们也难，下面工人等着发工资，材料款也是1分不能少。你们这么大项目，不差这点钱吧？要么提价15%，还得你选一个。我理解各位做生意有难处，工人薪资、周转压力我都清楚，但仅凭几句流言就单方面改合同、提要求，这不是合作该有的样子。怀董，我们也不是要改合同，就是特殊时期通融一下。3个月账期，白纸黑字签了这么多年，谁也没破过例。今天你们要改，凭的是什么？凭我们10几年的交情还不行吗？再说了，外面传的有鼻子有眼的，万一你们项目真黄了，我们找谁要钱去？项目黄不黄，不是你说了算，也不是外面几句话说了算。你们担心的，无非是货款拿不到。怀氏干了30年，什么时候欠过供应商1分钱？至于成本问题，咱们可以后续单独沟通协商，但用停货、涨价来逼我2选1，恕我不能接受。真走到断供这一步，对大家都没有好处。怀董，话别说那么绝，我们也不是要断，就是想您给个准话，账期到底能不能调？白纸黑字就是准话，谁想改可以先按合同赔了再谈。怀董，您来了，怎么回事？上周说要打地基，到现在还没动。怀董，不是我们不干，是材料跟不上，供应商那边一直拖着，说货源紧张要等，混凝土、钢筋一样都到不齐。他们拖了多久了？快1周了，工人没事干，已经走了10几个。再这样下去，工期肯定要耽误。怀董，几家供应商的发货量比上月少了60%，表面上说产能不足，实际上就是在拖。证据都留好了吗？每天的发货单、通话记录、邮件往来，全部存档了。好，让他们拖，拖得越久，以后赔得越多。怀董，供应商那边又打电话来了，说不是他们不想供货，是上游原材料涨价，他们也在扛，要求提价12%。12个点，他们倒是敢开口。怀董，那工地这边就这么等着？不等他们。青州，庆然那边，新供应商谈的怎么样了？苏总那边反馈，新供应商已经松口，约了明天下午面谈。
告诉清然，价格高3个点，我可以认，但工期必须卡血，1天都不能拖。另外，这几家供应商的拖延记录整理好，不用发函，先放着，等新合同一签，立刻把这几家踢出去，然后拿着证据去法务部起诉，让他们赔违约金。明白。海市那边有没有新动作？赵董这几天频繁约见各大供应商，虽然不知道具体谈了什么，但业内都在传，谁敢断怀氏的货，海市就包销谁的产品。知道了，去吧。周总，赵董让我转告您，怀景屋那边找新供应商的事儿，您不用担心，他撑不了几天。钱总，话是这么说，可怀景屋那小子态度硬得很，万一他真的把我们换了。周总，您做了10几年建材，应该比我清楚。临时供应商价格高，工期没保障，怀景屋停工1天损失几10万，他扛不住。您咬死不放，他迟早回来求您。赵董，那您答应过的……放心，等我们拿下城西那块地，所有供应商都会重新洗牌，到时候您肯定是第1批。好，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。赵总，老周这边稳住了，要不要再给老马他们也打个电话？不用，让他们自己传，人传人，比我们挨个说更有用。还是您想的周全。怀景屋啊，怀景屋，我看你能撑到什么时候。今天叫大家来，就一件事，工地停工1周了，我的耐心有限。怀董，不是我们不想供货，原材料涨价，我们也在扛。您要是能把账期调一调，我们立刻恢复供货。对啊，怀董，您松个口，大家都好做。要么调账期，要么提价，您总得选一个。你们要我调账期或者涨价，对吧？行，那我问各位一个问题：海市拿下城西那块地之后，你们觉得他们会怎么对待你？会继续跟你们合作，还是会一脚踢开，换自己的人？怀董，您这是挑拨离间，是不是挑拨离间？你们心里清楚。海市自己有建材业务和供应链，拿到项目第一件事就是换掉所有外来供应商，这种事业内还少吗？怀市跟你们合作了10几年，从来没亏待过谁。你们要涨价要调账期，可以坐下来慢慢谈，但用停工来逼我，这条路走不通。怀董，我们也不是那个意思，不是那个意思就好。我这个人念旧，能继续合作的我欢迎，但谁要是一条道走到黑，我也不强留。今天上午，有一家新的供应商已经提交了正式报价，承诺2周内供上第1批货。另外还有2家备选也在走流程。散会，想继续合作的，明天之前给我打电话。老周，怀景屋说的那些话你听进去没有？海市真的会踢掉我们？他那是吓唬人的。赵董那边亲口说了，拿下项目后我们第1批。第1批被踢吧。赵董什么人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过河拆桥的事他干的还少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我们到底跟谁？先回去，晚上我给赵董再打个电话问清楚。供应商那边反应怎么样？有人动摇了，但还在观望，想等我们主动降价。新供应商那边没问题，明早10点签约。不过有个麻烦，还是在挖我们的人，采购部2个骨干收到了邀约。知道了，你稳住新供应商，签完字立刻给我电话。秦州，进来。明天把新供应商和另外2家的报价单做成对比表，重点标出他们的供货周期和违约条款，发给老周。要跟他谈条件吗？晾着他。还有，去查查海市开的条件，查到了不用上报，把消息透给那2个人就行。明白，让他们自己掂量掂量。新供应商已确认，明早签约。
怀董，话不多说，今天之内，如果您不答应调整账期和提价，我们3家从明天开始全面断供。怀董，我们也是被逼无奈。您私下接触新供应商，想换掉我们，这事儿我们都知道了。您既然不仁，就别怪我们不义。就是，您要是觉得我们供不上货，那咱们就一拍两散，看看到时候是您急还是我们急。你们断供，我换人，合同白纸黑字写的违约金1分都别想少。我怀景无做事，从来不怕一拍两散。我什么？你们以次充好，拖延工期，我为了大局没追究。你们联合起来逼我涨价，当我这里是提款机？怀董，我们不是那个意思，就是行情确实涨了。不是那个意思，那你们是什么意思？今天之内不答应就断供，这不是威胁是什么？怀董，恒源的林总到了，合同已经拟好，随时可以签。怀董，久仰。恒源的第一批货下周1准时进场，价格虽然比市价高了5个点，但我林某人用几10年招牌担保，质量绝对过硬，工期1天不拖。林总，合作愉快。恒源建材第一批，供货周期2周，质量保证金5%，违约金每日3/1000。怀董，您过目。他们来真的，怀董，我们再谈谈。刚才不是挺硬气吗？不是说要一拍两散吗？门在那边，谁想走，现在就可以滚了。怀董，您别往心里去，刚才那就是气话，生意场上哪有真的说断就断？咱们这可是10几年的老交情了啊！交情？你们用断供来逼我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起交情？怀董，是我们糊涂，您大人有大量，给个机会，价格的事儿好商量。价格的事，以后再说。现在摆在你们面前的只有2条路，要么老老实实按原合同继续供货，保质保量；要么现在就走人，违约金的律师行随后就到。我怀景吴从不强留任何人。周总、马总、刘总，怀氏的大门一直是敞开的，但前提是守规矩。3位都是商场老手，该怎么选不用我教吧，回去好好想想。怀董，别想了，我们继续供，按原合同来。对，按原合同，明天最迟明天就恢复供货，我们这就回去安排，这就去安排。怀董，您这出戏唱得真漂亮。林总过奖了，今天多谢您跑这一趟，配合我演这场戏。怀董哪里话，这不是配合，是真心想合作。怀氏现在的处境虽然难，但信誉摆在那里。我们恒源能搭上这趟车，是我的运气。林总客气了，后续的供货细节和对接流程，我会亲自跟进，确保万无一失。有苏总把关，我就放心了。那我就先走了。下周1，第一批货准时进场。刚才那番话说得够狠的，我看老周那脸都绿了。不狠不行，他们欺软怕硬惯了，今天不把他们压住，以后还会闹。虽然暂时服软了，但老周心里肯定憋着火，这事儿没完，后面还得盯着点儿。我知道，但至少工地可以复工了。景吴，你今天挺帅的。是吗？行了，不评了。恒耀那边还有些合同条款要确认，我先回去了。我送你。今天叫大家来，就一件事。这次的风波过去了，但我不想再有下一次。为了避免这种事情再次发生，从今年开始，怀氏所有项目的供应商全部实行年度末位淘汰制，每年重新招标一次。怀董，我们跟怀氏合作了10几年，每年重新招标，这怎么怕比不过别人？怀氏不是慈善堂，
谁的价格低，谁的质量好，谁的工期稳，谁就是怀氏的合作伙伴。做不到的自己走。怀氏不强留任何人。怀董，那今年的招标什么时候开始？现在，你们可以回去准备了。1个月后提交新标书。怀氏不看交情，只看实力。散会，回去好好准备。老周走的时候脸色跟纸一样白，这下他们该明白你不是好欺负的了。不是我好欺负不好欺负，是规矩不能乱。这次的事，说到底是交情绑架了生意，以后只看合同和制度，谁也别想再拿交情说事。你能这样想，我就放心了。恒源那边盯紧了，第一批货进场后，质检要严格把关。如果他们能做到，明年的标就是他们的。明白？那我先回去了。恒源的合同还有几个细节要确认。晚上别加班太晚，爷爷刚才发消息，特意嘱咐让你过去吃饭。行啊，那我忙完这一阵就过去。好，路上小心。晴然，多吃点。这段时间为了怀氏两头跑，人都瘦了。爷爷，我不辛苦。景无才是真的累，几天没合眼了。你们俩谁也别说谁，都辛苦，但值得。景无，供应商的事儿，秦州都跟我说了，临危不乱，你处理得很好。爷爷，我也是一步步摸索着来的。摸索不要紧，关键是路走对了。拿合同压人，找新供应商，最后立新规，这3步一步都没错。你爸当年要是能有你这股稳劲儿，也不至于摔那么大跟头。景无，从现在起，我可以彻底放心了。怀氏交给你，没错。清然，其实这次我最该谢的人是你。恒源是你动用人脉找的，合同是你熬了几个通宵谈下来的。后来招标会上那些新规矩，也是你帮我一遍遍推敲的。没有你在我身后兜底，我早就乱了阵脚。你不仅是我的底牌，更是我的底气。我也没做什么，是你自己做得好。你做的够多了，多到让我觉得以后不管是怀氏还是别的什么，只要有你在，就不算难。行了行了，两个大孩子，肉麻劲儿上来了，菜要凉了，快吃。怀董，海氏那边的资金流查到了点东西，说这是海氏投标前1周的转账记录，一笔巨额款项转入了一家离岸空壳公司，经过3层洗牌，最后落到了华家池一个远房表舅的账户里。华家池的亲戚？对，我们顺着线索查了上个月监狱的探视和体检监控，江新月和华家子在体检通道的死角里有过接触，时间节点完全吻合。就在他们接触后的第3天，我们的项目核心预算被泄了。你的意思是江新月和华家子在监狱里也没闲着，在监狱里把我们项目的数据卖给了海氏。目前掌握的线索全部指向这个方向，虽然还没有直接拍到传递过程，但资金流、时间线、接触记录都吻合。把这些证据整理好，移交给警方，让他们正式立案调查。是，这件事先不要声张，等警方查实了再说。明白。等等，留意华家子在狱中的动向，别让他再搞出什么花样。好。赵董，出事了！怀氏那边查到了那笔转账款户，资金链路全被他们拿到了。查到了又怎样？不止，监狱那边的监控也被调出来了。江新月和华家慈体检时的接触记录被怀静茹拿到了。查到就查到，那笔钱走的是境外账户，隔了好几层，他们拿不到直接证据。可是华家池那边是个隐患，他在里面要是扛不住，他不敢。他要是敢把海氏咬出来，他在里面的日子可就到头了。我不介意让里面的兄弟关照关照他，让他知道什么叫生不如死。让他们查，查到最后除了几张废纸，什么都没。现在继续开庭。被告人江新月、华家子涉嫌泄露商业机密行贿一案，现进行宣判。被告人江新月在服刑期间听信华家之蛊惑，将怀氏集团核心商业机密泄露给第三方，造成重大经济损失，判处有期徒刑5年，与前罪合并执行，共计9年。不，他说能帮我减刑，他说他有路子，说只要把数据给出去，外面的人就能运作，能给我减刑，能让我提前出去，我都信了。减刑？你自己蠢！我本来计划拿到尾款就安排偷渡出境的。
都是因为你！你在里面像疯子一样，天天催我兑现承诺，让我分心。等我联系外面的时候，那个坚硬的王八蛋已经卷着钱跑了。你胡说！你一开始就在骗我。那500万呢？你拿了500万，你才是主犯！肃静！被告人华家子系共同犯罪主犯，犯罪情节特别严重，且系违犯，数罪并罚，决定执行有期徒刑12年。我不服！我是被冤枉的，是他，都是他害的。赵董是赵董指使的。再喧哗，按藐视法庭处理。判决宣读完毕，退庭。判决结果，秦州跟我说了。爷爷，对不起，公司的事儿让您操心了。操心什么？人总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。他选的路，怨不得别人，还是清然懂事。爷爷，您别夸我，景吴才是真的累，这些日子没睡过一个整觉。景吴，案子结了，项目也稳了，接下来你该想想自己的事了。怀家第3代就你一个，你打算什么时候让我抱上重孙子？知道了，爷爷。挂号键。老姜，法院来的。9年加起来9年。我的爷爷啊！以后怎么出门，村里人肯定都知道了。出什么门？就在屋里待着吧。老姜，我们是不是真的错？当初要是没嫌弃，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我去镇上买点东西，你在家别出门。你出去不怕人笑话？笑话就笑话吧，笑话能当饭吃吗？日子还得过。这几个月大家都没睡过一个好觉，项目能挺过那几次危机，靠的不是我一个人的决策，是在座每一位的通宵达旦。这杯酒我敬大家。今天除了庆功，我还有一件事想宣布。清然，从我们相识到现在，你一直在我身后，没有你，我走不到今天。我想请你嫁给我。好。好看吗？好看，但我觉得你穿什么都好看。油嘴滑舌。实话。新郎新娘靠近一点，看镜头，笑一个。今日，怀氏集团城西项目庆功宴上，董事长怀景吴向苏氏集团千金苏清然求婚成功。据悉，两人将于下月举行婚礼。那不是江心月以前的对象吗？人家都要娶阔小姐了，他还在里面蹲呢。江心月，你干什么？没什么，不想看了。好，好，这婚纱挑得好，清然，你穿什么都好看。爷爷，您太夸张了。不夸张，我们景吴能娶到你是他的福气。爷爷，您这话说的，好像我不够好似的。你还行吧，还得继续努力。婚礼的事儿，你们打算怎么办？爷爷，我和景吴商量过了，不想太铺张，就请些至亲好友，办个简单的家宴就好。对，把那些虚礼都省了，只要他在，只要家里人在，比什么都强。也好，简简单单，真心最重要。各位来宾，各位亲朋好友，感谢大家今天来见证怀景吴先生和苏清然女士的婚礼。现在，请新郎入场。景吴，我把情人交给你了。爸，您放心。今天我老头子来当这个主婚人，景吴是我看着长大的，清然也是我看着长大的，两个人能走到一起，是我的福气。
也是怀家的福气。景无好好待清然，你要是欺负他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爷爷，我记住了。清然，景无这孩子吃过不少苦，你多担待。但要是他让你受委屈了，你告诉我，我帮你收拾他。爷爷，景无对我很好。现在，请新人交换戒指。清然，从今天起，不管什么事，我们一起。以后有我。景无，我也是。以后不管什么事，我们一起。我宣布，怀景无先生与苏清然女士正式结为夫妻。金郎，你可以吻新娘了。去哪儿？老家，柳河镇。爷爷，妈，我回来了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爸，对不起。喂，走路看路啊，别挡道！哎呦，我的小乖孙儿，叫声太爷爷听听。叫呀叫呀，嘿嘿，快叫呀！爷爷，您别老惯着他，刚才喂了半天奶都不肯喝，一会儿该饿坏了。我惯我的，你喂你的，他不饿，他就是想跟太爷爷玩儿。爷爷，您抱了一上午了，胳膊不累吗？我来抱会儿吧。哼，不累，抱我重孙子那是享福，累什么累？